时隔多日，赵寒吉终于再次登场，虽然是以短暂的回忆形式。那天任多俊拖着一身伤回到家，是一群唯有刺蛇纹身的家伙突然打了他。金泽猜测肯定是最近出现的黑蛇派干的，闻言赵寒吉若有所思。在这之后，他消失了几天。某天任多俊在干家务的时候，才发现寒吉哥又回来了。肚子饿的他问任多俊有方便面吗？车大爷很不满任多俊生病的时候他跑哪去了。不过可惜的是，把任多俊打成那副样子的黑蛇派，整个组织都不知道被谁灭了。车大爷本想亲手解决掉他们的。这时赵寒吉关心任多俊受伤的地方怎么样了，没事的话就好好做家务吧。没人注意到赵寒吉的双手上的伤口，黑蛇派是被谁灭掉的，已经一目了然。此时多俊基地内的金恩东关心大哥没事吧？任多俊知道这次多亏恩东带着兄弟们赶来支援了，作为奖励他特许恩东10年不用做家务。可金恩东知道集体生活中的某个成员被优待会影响团结的，他看大哥的药劲应该还在，都有点失去判断力了。不久后，金恩东继续去照顾奶奶，可奶奶却要去散步，不让他去的话，他就要当众拉屎了。金恩东想着江西秀说过这个地方是安全的，于是就难得带着奶奶在附近逛了逛。看着奶奶兴奋的样子，金恩东总会想起自己的亲奶奶，因为他们两个都像少女一样阳光开朗。可惜金恩东的奶奶早已不在了，面前的奶奶让他不要哭，不然漂亮的脸蛋会变丑的。意识到失态的金恩东急忙擦拭眼泪，可就在这个空档，一辆面包车突然停下，朝奶奶下手。金恩东瞬间大脑一片空白，回过神来的他立刻朝面包车追赶。面包车上的打手向老大汇报，已经抓到江西秀的弱点了。拼命奔跑的金恩东终于在傍晚停下脚步，可面包车却停在了艾奇拉布基地外。金恩东来得太急，也没带手机，他知道自己必须要把哥哥们叫过来才能救奶奶，然而这样的话奶奶很有可能会出事。为了避免这个结果，金恩东只能选择立刻闯进去。艾奇拉布干部吴俊秀奇怪，穿蓝衣服的小家伙想干什么？长得粉嫩粉嫩的，正好用来做下酒菜。实验室里的黄石阳也收到绑架成功的消息。艾奇拉布干部崔秀赫疑惑，江西秀有那么重要吗？居然值得让您打破4宴之间的约定？黄石阳却提醒崔秀赫进这里要穿防护服，毕竟化学药品这种东西混合的有问题，就可能变成炸弹。江西秀从艾奇拉布出去的时候带走了一样东西，那件东西在黄石阳手里很安全，但如果在江西秀手里，就会变成捣毁艾奇拉布的炸弹。不过这只是一部分原因，黄石阳之所以一直不肯放过江西秀，是因为他讨厌江西秀的眼睛。此时多俊基地内的任多俊突然听到一阵敲门声，下一秒金恩东便瘫倒在地，他向多俊哥道歉，因为奶奶被抓走了。浑身发抖的任多俊只想知道一件事，是谁把你打成这样的？江西秀跟奶奶生活在一起后总是吃素，想吃肉的他就被奶奶反问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？话虽如此，奶奶还是难得买了点牛肉，虽然他的钱从来都是精打细算着花，但也想让江西秀在最重要的年纪能吃得好一点，哪怕是路边摊上便宜的小饰品，奶奶也只是摸了摸就若无其事的离开。江西秀当然能看出他对那个发夹的喜爱，所以就偷偷买来送给了奶奶。虽然江西秀也没什么钱，但买个小饰品还是没问题的。奶奶虽然嘴上说着浪费钱买没用的东西，可背地里却总忍不住欣赏戴上发夹的自己。两人虽没有血缘关系，但却胜似亲人。因此在听到金恩东说奶奶被艾奇拉布绑架后，江西秀顿时怒火冲天，没能照顾好奶奶，金恩东感到很抱歉。任多俊打算先把他送到医院，然后跟江西秀一起去救出奶奶，可任多俊抬头却已经不见江西秀人影。不久后，艾奇拉布基地外出现一位客人，其中的打手已经等候多时了，但江西秀不想跟他们浪费时间。面对一拥而上的大量打手，江西秀没有丝毫手下留情，每一击打出都有一个打手倒下。他明白奶奶肯定在黄石阳那里，所以那个该死的家伙现在在哪里呢？江西秀登上了前往最顶层的电梯，可到第14层时，电梯就自动停下，一只手将江西秀从电梯内甩出。艾奇拉布干部具正勋戏谑道：“被曾经的手下甩出去是什么感觉啊？前艾奇拉布的老大。”江西秀命令具正勋滚开。具正勋知道他是想救那个老人，不过剩下的时间可不多了。具正勋让江西秀拿着这个东西吧，毕竟这说不定就是那老人最后的遗物了。过去和奶奶一起生活的日子在江西秀脑海中闪过，他冷声质问具正勋：“还记得之前自己是怎样的人吧？今天我就让你好好回忆一下艾奇拉布前老大的暴力。”具正勋当艾奇拉布旧干部时就很喜欢研究一些毒药，看着弱者为了活下去拼命挣扎的样子，他总是觉得非常有趣。手下汇报，跟他们抢地盘的9月派的家伙马上就要来了，这种情况应该马上告诉西秀哥才对，但具正勋却认为没那个必要，他也可以陪9月派的家伙玩玩。可当9月派的家伙真闯进来之后，具正勋的实力虽然不弱，但也无法同时对付太多人。就在他被死死压制无法还手之际，是江西秀挺身而出，打倒了所有人，没有人是他的一合之敌，那是具正勋从未见过的强大。那天他第一次感觉到属于弱者的恐惧感，这种感觉足以深入骨髓。不过现在具正勋很好奇，江西秀还有那么厉害吗？因为在他离开组织到处玩耍的时候，具正勋可是在一步步提升自己拳头的力量，他早就不是以前那个跟随江西秀的小跟班了。具正勋戏谑着问江西秀感觉如何，说自己以前部下揍的感觉，但江西秀并不关心这个问题，他只想知道奶奶怎么样了。具正勋明白他应该没见过动物在离开这个世界前充满恐惧的眼睛，那种眼神看着十分有趣。老太太的眼珠就跟那
那一样，浑浊的眼珠看着就像狗眼珠。趁着江西秀因为这些话分神之际，于正军拿着毒药就冲了上去，但这种偷袭毫无意义。江西秀只是一拳便将药瓶连人一起轰飞。如果具正勋说那些话是想激怒对手，那么江西秀恭喜他的目的达到了。以江西秀对黄世阳的了解，黄世阳为了控制他就不会轻易把奶奶干掉，所以奶奶应该还没事。此时的具正勋已经完全记起那种深入骨髓的恐惧了，他想求饶也已经晚了。江西秀不会再听具正勋废话，因为已经没多少时间了。他来到黄世阳所在的顶层，干部崔秀赫已经等候多时了。江西秀直接让他动手吧，但这里的人还不止一个，另一个干部袁南归也埋伏在这里。虽然这次要同时面对2个干部，但江西秀明白结果都一样。就在这时，黑暗中再次走出一道人影。黄世阳坏笑着问：“算上我怎么样？你既然来到了这里，就已经做好了被干掉的觉悟了吧？”江西秀确实有觉悟，不过是干掉艾奇拉布的觉悟。与此同时，基地的1楼大厅内，干部吴俊秀看入侵者已经上去了，实在可惜。他本想亲自解决江西秀，现在看来还是去买点辣的下酒菜吧。刚才那个蓝衣小朋友还不够吃一口的呢。突然出现的任多俊质问吴俊秀在说什么？把我弟弟打成那副样子的家伙是你吗？吴俊秀坏笑道：“用酒瓶砸了那么多次，酒瓶都没碎。那个长奶奶的蓝衣小朋友真是跟豆腐一样啊。”不过吴俊秀奇怪面前的黑衣小伙是干什么的？话音未落，他的整个身体便倒飞出去，狠狠砸在墙上。从现在开始，任多俊要让吴俊秀见识一下人到底应该要怎么砸。过去在任多俊锻炼时，金恩东总是会为他泡好蛋白粉。恩东也想学习运动，他不想再保持干瘪的身材了，变强后才可以为大家添一份力。任多俊无法拒绝金恩东的请求，那就先从最轻松的运动做起吧。此时的金恩东却只能躺在医院冰冷的病床上。白道贤让他快点醒过来吧，这种小事不应该打倒坚强的恩东。任多俊要让罪魁祸首付出代价，他命令吴俊秀重新站起来。这种感觉令吴俊秀感到兴奋，因为加这种火辣辣的痛当下酒菜才好吃。黑衣小伙看起来就比蓝衣小朋友更美味。奇怪，吴俊秀对恩东动手的时候，也是这种醉醺醺的状态吗？就算喝醉酒做出这种事，任多俊也无法原谅。可吴俊秀却表示自己一直都很清醒，其实他根本就没喝多少酒，也不需要因为喝了酒就被减刑。闻言，任多俊的眼中闪过寒芒，他定要深刻教训一番吴俊秀。这时，吴俊秀突然喷出嘴里的酒，他疑惑任多俊为什么这么生气，被自己打的明明是个小废物，有那种货色在手底下混吃混喝，简直就是个寄生虫啊！吴俊秀好心教导任多俊要怎么消灭寄生虫，直接用酒精处理掉就好了。任多俊不理解吴俊秀为什么要对手下这么做，但在吴俊秀眼中，这种废物手下一点用处都没有。对于这种说法，任多俊完全不认同。该从这个世界上消失的是吴俊秀这种人，就像消灭他口中的寄生虫一样。吴俊秀还想说点什么，任多俊却不给他机会，疯狂出手，对动了自己家人的混蛋，任多俊绝不会轻易放过。这只是最轻松的下场。完事后，任多俊突然有点后悔，因为他应该要先问江西秀去哪里了再动手的。顶层的战斗也已经打响，江西秀需同时面对2个敌人的攻击，这种情况实在是有些棘手。江西秀果断选择拉开距离，可他却是在朝着一条死路移动。身形极其灵活的他踏着墙面一跃而起，砸烂了天花板上的灯泡。趁着敌人还没反应过来，江西秀朝着灯泡不断下手。黄石阳率先反应过来，他当即下令组织江西秀砸灯泡，但已经为时已晚了。江西秀甩出手机砸碎最后一个灯泡，整个空间瞬间陷入一片黑暗。他要来结束这一切了，不管是艾奇拉布还是黄石阳。以上便是街头生存手册97到100话的内容。曾经的大哥赵寒吉帮弟弟任多俊报仇，如今当上大哥的任多俊同样为弟弟金恩东报仇。任多俊想为寒吉哥复仇的同时，也继承了他的意志。江西秀过去的身份终于揭晓，身为艾奇拉布前老大的他实力不容小觑。接下来就是黄石阳与江西秀的正面对抗了。明天继续更新，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